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在韩国街头被偶遇，她打扮宽松，却挡不住苗条身材，远看也好美。一个剧组杀青都大半年了，主演们不仅没散伙，还自掏腰包，拖家带口的跑韩国团建去了。更绝的是，就这么一趟纯私人游玩，愣是在网上掀起了6个亿的阅读狂潮。这年头，见惯了剧播时轰轰烈烈，播完就形同陌路的塑料情临江仙，剧组这操作简直是内娱里的一股泥石流。时间拉回到2026年2月19日，农历大年初3，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过年氛围里，演员白鹿、曾舜晞、陈赫一、梁咏琪这4位已经悄悄从北京飞到了韩国首尔，没带团队，没接商务，就是纯粹的哥们姐们趁着假期一起出门玩几天。落地之后，他们的行程就跟普通游客没啥两样。2月22日，在首尔年轻人扎堆的宏大商圈，他们被网友给活捉了。4个人穿着那叫一个休闲放松，混在人群里逛街，进潮牌店，找地道的烤肉店吃饭，完全没明星架子。白鹿当天的打扮特别出圈，一件咖色的毛绒外套，配上一条微喇牛仔裤，头上还戴了顶贝雷帽。这身现在最流行的美拉德色系穿搭，看着就暖乎乎的，关键是特别显比例。外套是宽松款，但架不住人家身材底子好，远远看过去，肩是肩，腰是腰，腿又直又长，那种随性又精致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。难怪网友都说这姐们是懂松弛感穿搭的。他们几个在街上的状态，那叫一个自然。陈赫一主动承包了推行李车的活儿，任劳任怨，被网友戏称为团队御用行李专员。梁咏琪则化身专职摄影师，举着相机到处抓拍，记录旅行花絮。曾舜晞负责规划路线和活跃气氛，在白鹿站烤肉酱不小心蹭到嘴角的时候，他立马抓拍，结果引发了一场小小的追逐打闹，烟火气十足。而白鹿呢，除了用手机记录瞬间，还意外秀了一把隐藏技能。在机场和街头，他直接用流利地道的韩语跟当地的粉丝聊上了天。他轻声问人家，在看我的剧吗？得知对方正在追他主演的《唐宫奇案》后，还温柔地说了句天太冷啦，我先走啦。这一口自学成才的韩语，发音标准的让韩国网友都惊讶。这事儿说起来还有点励志。原来早在2013年，白鹿就参加过韩国的练习生选拔，可惜当时落选了。12年过去，当年落选的女孩已经带着自己的作品和伙伴重回这里，还能用当地语言无障碍交流。这剧情比很多电视剧都带感。他们这趟旅行，看演唱会，吃路边摊，在便利店分享鱼糕，怎么随意怎么来。21号晚上，4个人还一起跑去看了女团 GIDLE 的演唱会。白鹿扎着高马尾，穿着黑色露肩上衣，挥着荧光棒，比粉丝还投入。曾舜晞在旁边时不时贴耳提醒歌词，4个人头靠头跟着音乐摇摆的样子，被拍下来就像青春电影里的截图。最让人感慨的，还不是这次旅行本身，而是他们这几个人之间的关系。根据网上的信息，《临江仙》这部剧在2025年就拍完了，可杀青之后，这4位主演的友谊却好像刚刚开始。在过去的9个月里，他们先是5一假期一起去了深圳出海，后来又结伴去辽宁的大孤山祈福，加上这次春节的韩国行，已经是第3次自发组织的大型团建了。这频率，这持续性，彻底打破了娱乐圈那种戏拍完人情也就淡了的魔咒。没有公司安排，没有宣传任务，就是单纯的想一起玩。用粉丝的话说，
这简直是内娱最强售后，是神仙剧组情谊。当然，人红是非多，这么亲密的互动，难免让一些人产生联想，尤其是关于白鹿和曾舜晞的关系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他们处理传闻的方式特别坦荡，每一次聚会必定是4人集体行动，梁咏琪和陈赫仪这2位兄弟永远在场，从源头上就避免了单独相处的误会。而且双方工作室面对捕风捉影的猜测时，态度都非常明确和强硬，直接切割，不给炒作留空间。这种大大方方，不刻意避嫌也不刻意卖弄的相处方式，反而让更多人相信，这就是一段非常纯粹的友情。在充斥着工业糖精和刻意营业的内娱，这种真实感太稀缺了。截至2月23日，光是关于他们这次韩国团建的相关话题，在网上的累计阅读量就已经突破了6亿，讨论量也有几百万。网友们一边羡慕这种同学出游式的友情，一边赞叹白鹿的语言天赋和好衣品，同时也呼吁大家尊重艺人的私人行程，不要过度打扰。这场始于大年初3的韩国之旅，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娱乐圈里一些更本真、更可贵的东西。当艺人们卸下光环，推着行李车，挤在烤肉店里为一块肉嬉笑打闹时，他们展现的或许才是这个行业最该被记住的温度。2. 招摇开播7周年，白鹿一出道就演了9路飞香的大 IP， 这起点无人比拟，那为啥7年了，在古偶扎堆的当下，他仍然让人念念不忘。虽然大结局烂尾了，但依旧不妨碍鹿招摇火6年，连带着剧中18线小配角也红得一塌糊涂。为啥他在内娱至今无代餐？如果要问为啥招摇的影响力这么强，那咱们就先来说说大女主超前的反套路人设。不同于傻白甜小白花女主，鹿招摇一出场就是掀翻宗门的女魔头，创万路门，抢鹿和天一剑，狠起来连小孩的糖葫芦都抢。然而她一开始也是天真单纯的小女孩，只是被伪善的仙门背叛伤害逼出来的反抗。招摇裂谷里藏着柔肠，顶着女魔头的名号却从未滥杀无辜，她一直都是个坦坦荡荡、人如其名的鹿招摇。是你错了，是你枉修正道，是你执迷不悟。双引号。男主厉晨兰更是颠覆想象，有着魔王之子的身份，却善良纯真，一开始只是个小可怜莫清，在刑场上被路见不平的鹿招摇所救，从此把招摇当作自己此生唯一的信仰。在被迫抢了万军剑后，更是成了爱的卑微又霸道的忠犬门主厉晨兰。这部剧前期人设无敌，戳到多少人的爽点，即使放到如今的内娱，也是古偶仙侠剧里的一股清流。再说两人的情感矛盾，才是真正让人心动的天花板。陆招摇因误会恨了厉晨兰3年，此生最恨背叛的招摇，以为厉晨兰篡位成为万路门门主，是害死自己的帮凶，和那些人一样背叛了自己，顶着秦芷嫣的脸回门复仇，对厉晨兰又打又骂。他不敢告诉厉晨兰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以为厉晨兰知道了会杀了自己，却不知他早就认出了眼前之人就是招摇。当初看到掉马那一幕，又有多少人激动的嘴角疯狂上扬？其实从人设的心理学根基分析，为何魔头和忠犬如此上头？其实是陆招摇反社会型人格表象下的高度道德感。它符合黑暗三角人格的表现，但内核是极高的道德标准。他知对恶作恶，这种矛盾形成了道德叛逆者原型，用不道德的手段践行最高道德。观众潜意识认同他，因为我们都有过想掀桌子的时刻，却只能彬彬有礼。其次，厉晨兰是依恋理论中的焦虑矛盾型救赎，他的卑微实质是分离焦虑的具象化。童年被囚禁的经历让他形成了被抛弃创伤，招摇的出现创造了新的内在模式，只要足够忠诚，就能留住爱，
他的每一次隐忍都是在加固这个信念体系。所以厉晨兰苦等一人归，终于等到自己的爱人后，却被招摇当成仇人，明知被误解，却还是甘愿把万路门作为金丝笼留住陆招摇，默默抗下所有骂名。一边是我要杀了你的咬牙切齿，一边是只要你在我怎样都好的深情隐忍，两人的爱恨交织拉扯出不一样的火花，比工业糖精堆叠出来的甜好喝10000倍。虽然剧中招摇是在身份彻底暴露后才正式表白，但招摇的心里其实早就有了厉晨兰。初回万路门时说着要杀了他，却在他被江武打伤时下意识冲过去挡在身前。而在之后的窥心镜风波中，招摇也在厉晨兰靠近后瞬间脸红心跳，是他无法欺骗自己的生理反应。之后在江武表白时，看到厉晨兰维护他和江武大打出手受伤后，更是对江武怒吼。最后身份曝光，直接说出了那句我爱你，我爱的人，我愿与他共享我的一切。两人一个招摇潇洒，一个隐忍偏执，却都爱出了一样的轰轰烈烈。除此之外，剧中打破正道为善，魔道为恶的刻板印象，所谓的仙门正道不过是披着伪善人皮的贪婪恶鬼，草芥人命，反而魔头却洒脱大义，从不作恶，只是用魔的方式对抗正的邪恶。招摇那些刻在观众 DNA 里的霸气台词，我就是这么坏，你有什么不满吗？若天下正道都是你们这般模样，那我生而为魔又何妨？双引号。厉晨兰的每一句告白都是深情天花板，我眼中只有夜幕，而他是善良的所有。举杯4亿消愁，回忆似醉，轮廓4亿轮明月。小丑八怪，你笑什么？到时候咱们两个一起造福整个江湖。当招摇苦恼明明没有暴露身份，厉晨兰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好时，一句心之所向情不自禁，更是把厉晨兰的痴情推向高潮。江湖会老传说永在，剧的爆火离不开剧本、故事和台词的钻研，也离不开演员的演绎。白鹿把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入木3分。红衣女魔头的形象也让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招摇就是白鹿的人生角色，她仿佛就像是招摇本人一样，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，有灵动感，没有模式化的表演，再也没有人比她这一抹红更加惊艳。剧和演员双向成就，两人的摇篮 CP 也收获众多粉丝，成了很多网友的白月光。剧的同名主题曲《招摇》更是直到现在都在被单曲循环。不过呀，这部剧的结局却受到很大争议，陆招摇最后被炸成了烟花，他没有穿记忆里那身招摇的红衣，而是着一袭素衣，隐姓埋名，等待着闭关摆脱万军剑控制的厉晨兰。最后两人隐居于世，生了一女，和当年的他们一般模样。秦芷嫣也成为万路门新一任门主。本该 B 的结局却强行 He， 还强行削弱了招摇。平淡的结局配不上他招摇的一生。如果这部剧的结局能够再好一点，他还能更爆。